这事不怪大哥，都是我的错。大哥一直说权责有别，叫我不要插手的。当然是你的错。你想过没有，万一出什么事儿，我还有你大哥，有多担心？还是知道有些冒险，但段同舟一向踪迹难寻，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机会，我以为……你以为你有些小聪明，别人都是傻瓜是不是？你这次算运气不错了，要不然，你大哥赶过去就只能给你。姑娘，你要的药材我都给你配齐了。谢谢杜大夫。这些都是去火毒的。姑娘是在给长林二公子配药吗？是的。今日这场忙乱，总归是你任性不听话的缘故。我听说你受伤了，伤在哪儿啊？父王，没事。过2天就好了。伤好了，自己去跪小祠堂。是。好了，时间过去了，今年的事情有惊无险，不必一直挂在心上。北燕使团的人已经到了，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做的。是，父王。父王责骂那是心疼你，不是真的生气，你不用害怕。我不怕父王生我气，我最怕的是大哥你生自己的气。大哥今天真的是被你给吓着了。记住了，以后不管为了什么，都不要再做这样冒险的事。记住了。大统领，首府荀大人来访。大统领，首府荀……知道了，我知道他会来，请他进来吧。是。就打听到了这些，咱们的人，要么当场被杀了，要么已经被擒在押，一时见不到。当时段先生被围，在场的只有那几位高手，无人能靠近。究竟是什么情形？连咱们在巡防营的人都没打听清。师父知道，能追到段先生那边去的人都是大人物，徒儿哪敢多说一句话。段腾舟死前身边倒是有个人，可以去问一问。我听说段同舟死了，是真的吗？叔父不是答应过我，不再做那样的事了吗？飞展呐，你是不是以为昨天那一切都是我安排的呀？和谈尚未达成，而马场却提前知道了机密消息，平静一出城便遭到了埋伏。叔父不会是想说，这一切纯属都是巧合而已吧？我知道，你一直觉得所有这一切我最可疑，
可是飞展呐，叔父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。那段同舟呢？段同舟的出现，你又怎么解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段同舟不是我手下的人呐。自从他逃狱之后，我跟他没有任何来往，我怎么可能去指使他做任何事情呢？退一步说，就算他是我的人，可我怎么能让他去杀害萧平京呢？我与长宁王府素有分歧，可那都是朝堂的政见，绝无私怨。我凭什么要去杀害一个孩子呢？飞展呐！叔父，段同舟为了不被我们生擒，是自己找机会跳下悬崖而死的。啊？太叔，我这里不用侍候了，你下去休息吧。也吩咐其他人，没有召唤，谁都不要进来。是。虽是春日，风露仍在。上师，还请里面坐吧。看来小侯爷早已猜到，在下定会前来拜访。叔父，那段同舟的幕后指使到底是谁？你真的连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大人放心，绝不会让您沾手。这个叔父还真的想不到还有谁。上师今日的安排，不就是想测试我会如何反应、如何行动吗？不知道现在这样的结果，上师可还满意？小侯爷反应迅速，应对得体，成大事之人。其实倒也没什么难的。从我看到段同舟的那一刻起，我心里就明白，我是被故意引到那里，他也是故意让我看到的。小侯爷可知道在下这么安排的用意啊？是为了萧平章，对吗？令堂生前曾经对世子妃下过手，这可是一个很难解的结。无论以后我给你安排怎样的机会，首要的是先要消除萧平章对你的厌恶。是啊，在这位长林世子的眼中，恐怕再难有什么是比试图搭救萧平京更大的人情了。更何况少师早就算准了时间，即便我没有丝毫耽搁地赶回去报信，从京城赶来援救也是来不及的。段同舟，可惜段同舟，他是狼牙高手，我本有7、8分的胜算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半路杀出个瀚海剑拓跋羽。萧平京逃得性命，
而您最得力的段同舟反倒折了进去。悄悄的告诉我，京兆府尹，从明天起暗中监看乾天院。是大人。段同舟的反应已经算是很快了，在我们赶到之前，他就不想恋战，急着撤走。只可惜，拓跋宇也不是寻常高手，瀚海剑下想要脱身并不容易。等到玄飞斩一到，这山野之间，哪里还能找得到生路啊？我还是有些不解。拓跋宇乃是一国局外之人，何况他并不认识段同舟，他怎么就会突然杀出来呢？那个时候，他应该踏踏实实的守在惠王殿下身边。这确实是最大的一个变数。不过我听说，他之所以过去，也不算意外。哦，是萧平京事先利用琅琊高手榜上的排名，把他引逗过去的。江湖中人最在乎的，无非就是那点名誉。高手榜对于他们来说，的确吸引力很大。拓跋宇一旦确保惠王的安全之后，就奔着他的名誉而去了。聪明。不管怎么说，在萧平昭那里的人情，我总算是挣到了一点。不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才算最好？路要一步一步走，很多事情要到了眼前以后才知道如何应对。小侯爷现在应该做的，是要坚定自己的心智，不要轻易为他人所动摇。茶是好茶，只是欠了些火候。江湖中人为了荣华富贵，介身于朝局之间，为某一方权贵效力，各国并不罕见。可是段同舟已经有了如此高的声望和地位，却仍然不计生死，忠心至此，恐非名利二字所能解释。平静，你觉得他会图什么呢？谁知道呢？走吧。怎么了？这个纹绣，我总觉得在哪见过。怎么样啊？娘娘放心，只是寻常小儿风寒，保暖将养几日就好。太子好端端的，怎么就染上了风寒？你们都是怎么侍候的？请娘娘恕罪。母后，是儿臣自己贪玩，
母后不要再生气。请太医赶紧开药吧。是。前2日在城外袭击北燕使团的事，内阁已经转了巡防营的奏报给朕了。竟敢在金陵城外做出这种事，实在是胆大妄为，绝不能轻饶。这些个人如此无视法度，严惩是必然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朝中数十年的马政还算平稳，前方供给也算合规。西关外的各大马场功不可没，也不能一并给抹了。你父王总是这般宽容。平章啊，你觉得呢？微臣以为，虽然有了北燕和谈这个机会，朝廷自设马场，革新马政，势在必行，但这终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。父王说得对，各大马场原有的格局并没有出现难以修补的弊端。毕竟功大于过，不可直接废弃。如何平衡旧制与新政之间的衔接，如何兼顾各大马场如今的现状，是我们本来就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。可惜了，这消息都还没有考虑周全，就泄露了出去。马场上的人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才引出这些个乱子来，倒让北燕的人看了笑话。不必介意啊，他们自己已陷内乱，自顾不暇，哪还有精力笑话别人呢？这么一比起来，还是陛下比我们心宽呀。大嫂托我问话，说这2天请你也不去，是不是他说错什么冒犯你了？王姐姐太客气了，开春食疫增多，药房这边走不开，姐姐按时服药便是，不用我再到府上去了。你又不只有大嫂一个病人，还有我呢。你怎么了？我受着伤呢，你忘了？我正要跟你说，我这2天伤口呢，就一直不舒服，虽然不是很疼，但却十分麻痒。你说，段同舟那场上会不会有毒啊？让我看看。怎么了？真有毒啊？这到底怎么了？我竟没想到。不是，你没想到什么呀？没想到你伤好的这么快。丽熙，你真的变坏了，你这都跟谁学的呀？陛下，微臣进宫时听说，太子殿下近日有些风寒低烧，若陛下允准，微臣想去东宫请个安。太医说了不要紧，不是什么大症候。朕知道，你手头上的事情多，不用为此特意去一趟。等晚些时，朕去看看就是了。春来时一起，您老王爷的身子，这几日也有些不安生了。哎，说到宁王叔，朕倒是想起了，这和谈若成，便要联姻。王兄知道，宁王叔当初建议让莱阳侯迎娶北燕郡主，朕当时觉得他的年龄、身份全都合适，心下已然允准。可他母亲的事儿一出，这自然是不用想了。王兄觉得这宗室当中还有哪个孩子合适啊？臣不知。这又是什么意思？马政与军务相关，父王自当参言。至于其他和谈内容，
陛下应当询问内阁。长林将门之府，按理是不能多言的。你们倒分得清楚。怎么了？宗室子弟的亲事，朕问一下自己的兄长，怎么了？哼！哎，朕听说平津这孩子最近弄了一身的伤，可不能再放纵了。朕不是命你理迎惠王吗？你陪客的时候把他也带上。遵旨。来，惠王殿下远来辛苦，在下长林府萧平章，奉寡君之命前来拜会。有劳问候。知道殿下旅途劳乏，前2日不敢打扰，不知今日歇息的如何了？贵国馆驿安排周到，歇息的不错。长林世子之名，即便在我大燕也是人尽皆知。今日一见，果然俊雅高华，名不虚传。殿下谬赞了。惠王殿下此来，本应我朝太子相迎，只是东宫殿下尚且年幼，不能亲身相陪，失礼之处，还望海涵。世子客气了。啊，这位是舍弟平津。惠王殿下，那日金陵城外初见，二公子好身手。这位是敝国瀚海王3公子拓跋宇。长林世子奉陛下之命，已经去皇家驿馆见过北燕那位惠王了。据说一行人一起游赏了东园，相处得极好。不仅仅是咱们朝野上下，现在就连北燕也是只知有长林世子，不知有东宫太子了。首辅大人有几日没进宫请安了吧？娘娘是知道的，陛下宠信，北燕和谈之事全由内阁亲自主理。按规定，连长林王府都不能亲自参与，荀大人当然是比谁都忙了。按规矩，难得长林王府还能这么守规矩。大哥，你不信吗？我在琅琊阁这么些年，别的没学好，眼力总还是有的。这个崇华郡主，内息平缓，下盘极稳，绝不是咱们想象中的深宫弱女。依我看，她就算还不到大嫂的程度，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北燕骑射之国，一向尚无成风。有一个身手甚好的郡主，也没你说的那么奇怪。她打扮成那个样子跟着我们，倒还不如直接穿女装呢。两国风俗不同，北燕女子的行事甚少拘束，说不定人家打扮成那样，反而是顾及咱们的礼仪呢。哎，把那个北燕的国府拿过来尝一下。你说
坐。谢父王。看你这个样子，和谈初定了，是吧？内阁此次谈得不错，北燕同意提供500匹种马，只是因为数量太大，只能分5年交付。这也在情理之中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两国结盟修好，互不犯戒。大梁为表善意，将派往北燕工匠50人，教授屯粮之法，另提供御寒草药200车。听山王世子迎娶北燕崇华郡主，择日完婚，从此便为姻亲之国。你倒是知道的挺清楚，不过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说给我听？这是近来京城最大的事儿了，咱们俩聊天嘛，总得说点什么呀？你怎么看着没精神？又做了什么事儿挨骂了？没有，因为和谈将成，陛下2天后要在逸仙殿设宫宴，款待北燕使团。父王非得叫我也去，还说是陛下的意思。我最讨厌这样无聊的事了。你说又不是我娶郡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哎，每次我来你都另泡茶水，你那壶什么好东西啊？都不肯分我尝一口。你想喝？啊？你这是什么呀？这也太色了吧！长孙大人已在等候各位了。段先生，受白神感召，先我们一步去享受福报了。我们这乾天院向来十分打眼，如今又被人盯得很紧。我在城外庄园里的人和物，就交由3位负责。望3位务必要谨慎，行动之前，万不可再有任何闪失。是，定不负长尊大人所托。我们养的人怎么样了？回长尊大人，一切顺利。那个人已有发病先兆了。来，喝药。看我穿成这样，连你都不敢认了是吧？二公子，
这是狼牙山来的信鸽吧？对。老阁主知道我在京城肯定无聊，所以看到什么奇闻异事或听到什么新巧的消息，就会传信给我。来，看看最近这江湖上又闹出什么笑话了。二公子，您先别忙着看别人的笑话。世子爷派我来通知你，说老王爷已经先出发了，让你赶紧过去。宫宴没有这么早，父王是先进宫下棋去了。二公子，还是赶紧过去吧，反正叫你了。知道了。和谈之事将成，这是对于燕梁两国都是好事啊！许大人，失陪一下。惠王殿下，拓跋公子，只待盟约签订，燕梁便是姻亲之国，说不定日后有缘，平章还能去贵国一游呢。若说我燕地风光，倒是有许多值得游赏的地方。我也希望有朝一日，国中清平，可以邀约世子前来做客。说句交浅言深的话，贵国叛军能在1年之内几乎占领了半壁江山，恐不是报民负恩4字所能解释。我长陵虽是武门，但也知道民心所向，绝非利刃所能改也。殿下不愿一为铁血，有志于正本清源，心胸实在是远超他人，平章对此甚为感佩。这儿，宫中圣手无数，但还是跟王兄对弈最为痛快。是，陛下这棋艺和臣是一样的弱。和其他人对弈，看他们费心费力又不敢赢得太快那个样，你的兴致就没了。是，这种实话也只有你敢说。陛下。啊，哎，怎么这么快时辰就到了？陛下，差不多可以起驾了。咱这儿还没分出个胜负呢，回头接着下。那走吧。还有何事啊？有话就说呀，在朕这儿还忍着？回陛下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年轻人的心思还用问？陛下还猜不到吗？嗯？那看来王兄是猜到了。你看他穿的这身行头，你戍守攻城和高手见招的机会并不多。北燕使团过几天就要走了，你是想让陛下恩准，和瀚海界比试比试？我说的没错吧？
陛下，臣以为这和谈初定，今日气氛一定不错。若是说给宴会助兴，拓跋宇应该也不会介意的。真是不明白你们这些武人比来比去有什么意思。好了好了，朕知道了，多谢陛下。大梁乐舞风流，果然是诸国之冠。惠王殿下过奖了。燕梁世代毗邻，素有邦交，眼见盟约将成，联姻修好，实为边民之幸啊！惠王殿下劳途远来，朕身为东道，款待简薄，还请勿怪。请。能得陛下赐宴，实乃我等之幸。燕人素来口拙，不善言谈，佳酿在前，当先饮为敬。惠王殿下果真是个爽快人呐，请坐。陛下，殿下，陛下，启禀娘娘，逸仙殿的宫宴已经开始。知道了。是。怎么没来换太子？太子殿下风寒未愈，陛下怕他劳累了。胡说！太子风寒又不重，吃了药已经好多了。本宫昨晚亲自回禀陛下，说好要出席的。一定是你们这些奴才疏失，还敢狡辩！娘娘息怒，今早长陵王前来探视，当时殿下有些咳嗽，陛下心疼，就赐了些药茶过来，吩咐好生将养的。母后，您就不要再生气了。起来吧。谢娘娘，谢太子殿下。写你的字。酒过三巡，兴致正好。惠王殿下，朕好像听说贵使之中竟然有位琅琊高手。这是表弟拓跋宇，我国中瀚海王第3子，由小王姑母锦贤长公主所出，今年琅琊高手榜上兀居第5。果然是气度不凡呐！朕久居深宫，见识不广，身边的人呐也都是井底之蛙。哼，今日你我宾主尽欢，又有如此人物，不妨为宴饮助兴，彼此切磋一下如何啊？既然陛下有此雅兴，小王岂敢推辞？谢陛下。谢殿下。
承让。请。我说妹妹啊，我知道你谨慎，我也不求别的，你就稍微给句实在话吧。姐姐身体远比常人强健，又肯听医嘱，十分配合。诊疗至今，身体的寒毒已经去了7、8分了，比我想象中的快一些。真的呀？哎，我的好妹妹啊，自从你来了京城，我觉得我们长林府的运道都比以前好了很多呢。等平章从宫城里回来，我马上得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你可不知道，他素日里怕我难过，老是装作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可是他心里啊，真的记挂了很多呢。此乃人之常情。当然了，承让。真是个外行，看他们比的热闹，可压根儿没看明白。赐酒。哎，你自诩眼光好，说谁赢了？大哥，你就别逗我了，你自己又不是看不出来。大梁陛下，郡主有什么事吗？我大燕风俗，规格习武如同男儿。既然今日切磋是为两国交好之宴助兴，那么崇华斗胆，也请一战。哦，楚华，虽然假期已定，至少今日，崇华还是大燕女子，望五哥再容我任性一回。你的任性早就不止1回2回了。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只不过朕这个大统领啊，一向鲁莽，郡主乃皇家贵女，这万一动起手来，这大统领一战之后，想必劳累，自然不敢继续叨扰。听闻长陵二公子曾在狼牙山学艺，崇华甚为向往，借此良机，不知可否请教一二。惠王殿下，我大梁前朝也有专于武士的郡主，
巾帼英豪不逊男儿，既然只是席间助兴，倒也不必过于拘泥。平津，陛下，陛下知道，平津身上有伤未愈，不宜出战。君主若是想要切磋的话，也不急在今日，将来联姻之后，机会想必也少不了。崇华听说大梁风俗，教导女儿柔顺为先。小女临行前答应父王，联姻之后，便会以夫君为天，当自己是个大梁女子，从此不再舞刀弄剑，也不再骄蛮任性。请长林世子放心，崇华出手向来很有分寸，不过想要讨教琅琊学艺而已，绝对不会出手伤人。大哥放心，我早就没事了，还是应付他一下吧，不然这场面不太好看。请。写得不错，谢母后。咳嗽还没好透呢，就想着玩儿。皇伯父早上说了，平章和平津两位哥哥今年都会进宫。母后也派人去问问，若是他们忙完了正经事情，也过来陪我玩玩嘛。好吧，去逸仙殿外头打听着，若是散了，就说太子召见长林府的两位公子。是。谢母后。备战。陛下，谁占上风啊？崇华郡主虽然武功不错，但平津已经控制住了局面，他知道怎么给对方留眼力，陛下不用担心。
陛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五哥，殿下，五哥，五哥，殿下，殿下，快传太医！传太医！传太医！五哥，传太医！殿下，五哥，殿下。我五哥为结盟而来，心怀善意，纵使长林府不愿和谈，也不必下此毒手啊！我没有。呀！呀！周八公子，你冷静，你冷静！愤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惠王殿下一片诚心，却遭凶徒当殿刺杀。陛下若是不给个交代，这桩血仇，大燕国世代不忘。拓跋公子，事发突然，请你务必保持冷静。陛下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先安抚为妙。来人，在！萧平金行事鲁莽，立即拘押，先囚禁在刑部天牢，容后详查。是。陛下明启我等远离故国，无缘无义。凶徒如此大恶，只是拘押吗？呀！拓跋公子，拓跋公子，陛下已经答应给你一个交代了。当务之急，应该先给惠王一个好的安置。萧平金杀了惠王，不可能吧？具体情形，奴才也不知。幸好太子没有去。北燕不愧是尚武之国，彼此争斗厮杀起来这般血腥惨烈。这个结果，我可没想到。接下来该如何行事？请师父吩咐。事发突然，先不要轻举妄动，继续打探消息，谨慎些就是了。是。这样，你亲自守在这里，小心借火。北燕人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，尽量不要让他们随意进出。是。但是，
拓跋羽，若实在拦不住，不要跟他发生正面冲突，速来报我便是。去吧。末将领命。此事实在是棘手，切莫说北燕人没有料到，就连臣等也不知道，老王爷居然是反对和谈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是，王兄若反对和谈，大可以直接提出，何必要杀人呢？今日之事分明就是个意外。是。陛下英明，臣也相信，这纯粹是意外。但是惠王血淋淋的尸首摆在那里，恐怕北燕人是不会甘心承认是意外的。陛下，甘心不甘心，这都是后话了。眼下最麻烦的是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商谈。拓跋羽出身虽高，可他在朝廷没有职务，只是随行护卫。崇华郡主又是女流，而且一口咬定二公子是故意杀人。北燕的嫡皇子死在咱们大梁殿堂之上，难道还能让北燕皇帝再派一位使臣来商谈解决之道吗？唉，本来是一件饮宴助兴之事，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子呢？二公子要是小心一些就好了。唉，陛下，诸位大人，颜良和谈，内阁多日辛苦，最终却落下现在这么一个困局。诸位大人的焦虑忧患之情，长陵王府明白。平章在此先行致歉。陛下相信平津不是故意为之，臣不胜感激。但若说此事完全是意外，恐怕不能现在就下此定论。平章，你的意思是？臣觉得这么大的事，各种可能性都要考虑，不好轻易推断。如果陛下恩准的话，臣想先去看看平津。去吧，平津只是举家不进谈事，你尽管去。谢陛下。听闻长陵二公子曾在狼牙山学艺，崇华甚为向往，不知可否请教一二？可他这么做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老阁主知道我在京城肯定无聊，所以看到什么奇闻异事，或听到什么新巧的消息，就会传信给我。世子爷小心。第几间？下台阶第一间。
我原本以为，崇华郡主远到异国和亲，心中愤懑，想要发泄才出手这么重的，谁能想到，他竟然……看来老阁主说的并非同心之人，就是崇华郡主。不是他还能有谁啊？我敢肯定这不是意外。既然我自己没有动手，那就只能是他了。事发突然，没有人特别留心。现在你们两个各执一词，不要说是北燕，连当时在场的咱们自己人，都未必会相信他是有意为之。而琅琊阁的这一纸信书，什么都未说明，又不能作为呈堂证供。如果现在拿出来，会让他人以为我们有意诬陷，说不定“意外”二字，反而更容易让大家接受一些。是啊，莫说别人了，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，实在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。惠王殿下是他堂兄，是他本国的嫡皇子啊！要不是老阁主提醒，谁能想到他会下此毒手？离皇权越近的地方，越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只不过你我是局外人，不了解北燕的真正情势。就算是我们知道崇华郡主心存异想，只凭推断，恐怕是推断不出真相的。那拓跋宇应该是局内之人吧？玄大人，上师，上师此刻前来，若是为了刚才朝阳殿上发生的事情，恐怕最终要失望的。我与崇华郡主这一战，甚至都不是由我主动提出的。拓跋宇只要冷静下来，自然能想明白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惠王殿下在北燕有什么敌人？他的敌人可能做到哪一步？拓跋宇肯定比我们更清楚。如果我们能和拓跋宇认真的谈，大哥，怎么了？恐怕关键并不在于事实如何，也不在于拓跋宇最终会相信什么。平静，惠王这一死，无论他在国内的政敌是谁，这个人现在已经赢了。已经赢了？你想，惠王是即将被册封的太子，他死后，北燕的局势势比失衡。无论最后是谁掌握大权，那个人所顾及的，只可能是他自己的利益，而不是惠王之死的真相。至于他将来会如何利用这个事件，我们更加无法推断。反正有一点，却是可以肯定的。反正不会对我们大梁有利。不知是不是在下的错觉，上次你我二人在乾天院所谈甚欢，今日玄大人对我好像有些冷淡。上次老夫有些急躁，幸好飞展的话提醒了我。玄大统领的话，连段同舟这样的高手，上师都能任意驱使。看来上师比老夫想象的还要不凡呢。可是左思右想，怎么都不相信，上师突然介入朝局纷争，只是为了报答娘娘的知遇之恩。我荀白水并非轻易结盟之人，不然我不会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了。如若上师不能对我开诚布公的话，恐怕今后咱们的合作很难继续下去了。哼。玄大人，
看来在下今日不得不和大人交个底了。我知道，原本这次和谈是很合父王的心意的，到如今已经全部都毁了，是不是啊？惠王殿下是定约之人，他这一死，自然全都废了。接下来的情势也是不容乐观。内阁朝臣们辛苦了这么久，有些怨言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我原本有很多机会可以看到这张字条，可我怎么……我要是再小心一些就好了。别说傻话了。即便你再聪明，也不可能事先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那大哥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众所周知，陛下与皇后娘娘不同，她并不信奉在下的白神教。虽然在下出入宫廷有上师之尊，但在陛下眼中，我只不过是一个为他调理喘息的术士而已。听起来，上师好像有些不大甘心。在下自负通天道，善谋断，胸中有才，但就是因为这个术士的身份，在当今陛下的朝堂之上，恐怕难以有所施展。自古风云大业，至伟莫过于扶助新君。既然皇后娘娘肯赏识在下只想抓住这个机会，为太子的江山立下不世之功，以及将来可以得到真正的国师之位。你的目标是国师之位？荀大人觉得在下所图有些荒唐？仔细想想，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长林王也不是一个信教之人，只要他权柄在握，在下就是有再大的雄心，恐怕也只能化为泡影。就这一点而言，在下和荀大人的目标，难道不是完全一致吗？眼下的局面你也清楚，可以说是双方各有顾忌。北燕国内战火未平，因无余力顾及边境，方才与我大梁和谈。陛下和朝臣们都觉得，北燕未必就真想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的地步。但一个帝皇子惨死，也不是小事。如若安抚的不好，北燕皇帝恼怒之下，还是有可能不顾后果，非要寻仇的。所以我才说，双方是各有顾忌。陛下素来性情温平，对你又有维护之心。虽然他并未明言，但据我猜测，他更愿意大家默认惠王之死乃是意外，先把事件平息下去。可惠王到底是血溅宫城，死在了大梁的殿堂之上。单纯就这事而言，我们这边怎么看都显得有些理亏。陛下若存了安抚之意，又岂能不对北燕退让几分？上师是说，内阁即使不多做什么，
陛下自然也会选择退让。这就是一件说不清楚的无头公案，强争下去后果难料。事态一旦恶化，萧平京的罪责只会更加严重。陛下选择退让，无非就是要维护这位长林二公子。老王爷有爱子之心，又最明白陛下的心思，所以断然不会反对。可我们大梁选择退让，不就相当于向外人告知是我们的过错吗？行为鲁莽、意外杀人，跟挑起两国纷争比较起来，罪责上虽然轻一些，可那毕竟也是个罪名啊。正是如此，陛下一旦选择退让，眼下的危局虽可暂时得到平息，但朝廷本已到手的和谈成果必然会被废除。眼下这一份利益损失，以及未来北燕以此为由发起的任何一场边境战火，都会被当成是萧平京的罪责定死在他身上，再也解释不清楚。而荀大人1个月前所忧虑的那些事情，就此一扫而空。难道不值得为之欣喜吗？欣喜自然是有一些，可是这萧平京在长林王府只是个闲人，他的名声毁了，对金陵的格局没有丝毫的改变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得意的。大人何必如此沮丧？老王爷已奔古稀之年，大人要把眼光放到长林王府年轻的这一辈身上。即使这样，也不会落到这位二公子身上。外人谁不知道，萧平章才是长林王府未来的掌舵人呐。胖子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，我们要慢慢的，一个一个来。陛下后来怎么说？陛下的心情你也了解，已经打算让步了。
给北燕一些和柔的条件，先把眼下的局面平息下去再说吧。不，我不同意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不同意。不同意什么？我不同意陛下退让。让了步，就是承认有错。洛人口实不说，对平津的将来更是不顾。我身为兄长，明知道平津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不能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认了。为父知道你不甘心，但是现在除了平津自己的辩解之外，咱们连崇华郡主为什么这么做的理由都说不清楚。若是强行指控他，风险太大，后果难料。一旦引发两国之争，平津的罪责不是更大了吗？那咱们让了步，后果就一定可料了吗？自古以来，两国博弈从来都是利益为先，事实如何，并非人人在意。北燕朝局不稳，如若陛下愿意让利，事态确实可能由此平息。然而代价呢？不仅平津要承担莫须有的罪名，北燕将来缓过气来，随时可以翻脸，把这件事当作毁约的借口。所以孩儿以为，息事宁人，也许并非上策。陛下，陛下身体不适，还是传太医来看看吧。没事儿，气得急了些了。今日和朝臣们还有要事相商。更衣。是。你昨晚因为担心平津，都没怎么睡。等我走了之后，再进去躺一会儿吧。我送父王进宫以后，还要去医馆跟拓跋煜好好的谈一谈。大约要过午才能回来。你不是说在利益面前，事实如何，并没有人放在心上吗？为什么还要再和一个北燕人去谈？事实如何，的确并非人人在意，但同时，也并非人人都不在意。世间情理都是相通的，我相信此时，在北燕国内，总还是有那么一些人，愿意不顾一切，只想知道真相如何。有人吗？还有人活着吗？我们是季风堂的大夫。还有人活着吗？有人吗？我们是季风堂的大夫。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首府大人，此事
下官实在是不知如何是好啊。只能等陛下圣裁了。老王爷，诸位大人，老王爷，今天长林世子怎么没有来呀？世子爷，下官觉得这样还是不太好吧。最多2个时辰，我自会把他带回来还你。可是先放一个长林府在京城，你还怕我们兄弟2个潜逃了不成？乔世子爷您说的。大哥，你跟我出去走一趟。去哪儿啊？哦。老王爷，刚才说的什么？臣方才说，惠王之死并非意外，乃崇华郡主借比武，蓄意刺杀。此言何以为凭呢？犬子是当事人，我相信他的眼光和判断。陛下，微臣不是诚心跟王爷辩驳，微臣以为，正是因为长林二公子是交手对战之人，所以他的话不足以为凭啊。北燕前来和谈的皇子死在大殿之上，放在往时，那是一件极难收场的祸事。幸好对方国中纷乱，陛下又有意维护，朝廷也为二公子做了很多的赔偿，局面才得以平息。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，那为何老王爷不就此打住，而要将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呢？瀚海拓跋氏，当然要用剑，不是吗？拓跋公子，看清楚了。
拓跋公子，无论你信与不信，这个才是事实。陛下，臣昨日与平章细细商讨过此事。如今的北燕国不仅叛军势大，朝堂上也是两派分立。惠王这么一死，本该在朝堂上掀起滔天巨浪，可是咱们这一退让理赔，虽说在短期内可以平缓事态，但是等于揽责上身，给了北燕国一个一致对外的靶子，替他们安稳了朝堂。可是老王爷，崇华郡主肯定不愿承认。难道因为咱们在国书之上言之凿凿地把责任推加到他身上，北燕皇帝就会接受这样的定论吗？对，到时北燕国里一定是有人信，有人不信，双方各不相让，争执不下。崇华郡主是北燕的宗室贵女，说她刺杀本国嫡皇子，未免有些荒唐了吧？老王爷怎么知道北燕的朝中会有人相信呢？因为事实如此。平津说他是蓄意谋杀，他一定是。陛下，都不要说了，此事朕已经心里有数了，请王兄暂留，其余诸卿先退下吧。臣等告退。我成林府虽不畏战，但也绝不好战。舍弟不愿承担罪责，并非为了推脱，而是不想混淆事实，让他人渔翁得利。我记得惠王殿下曾经说过，边境安稳，民生丰足，方是他心中的立国之本。如今他已经不在了，不知道这样的一份宏图夙愿，还会不会有人替他实现呢？令弟真的能够确认，崇华他是有意的。能。贵国也会在国书里指向他吗？会，但是你的陛下是否会相信，在下就不知道了。不管他人如何，我瀚海拓跋氏绝不能让惠王殿下平白遇害。平章的意思朕明白，惠王被刺，北燕朝中他的政敌必占上风。无论咱们的应对是硬还是软，这些人显然都没有打算要继续梁燕修好。既然如此变局，又何必先行让利呢？国书可以按王兄的意思来拟定，但其他的，朕不允准。陛下，
老臣还没开口呢。王兄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你想要做什么？这一猜就知道。可你也不想想自己什么年岁了。上次从甘州回来，朕就说过，再也不放你去边境了。北境的情势已变，臣此行赶去，只是调整一下兵力的部署而已，并无风险。陛下放心，只是防备而已。短时间里，北燕绝对无力南下。既然只是调整兵力，加以防备，平征去不也一样吗？后方的粮道正在重建，这孩子比我心细，又审时度势，还是留在京城里监管的好。再者，陛下也说了，毕竟年岁不饶人。除了入土的那一天，也许这是老臣最后一次去北境了。请陛下允准。宣大人，上师这么急着要打听消息啊？在下好奇，陛下给了北燕一个什么条件？老王爷反对退让，他指控北燕郡主借机刺杀本国皇子，他力劝陛下强硬对待。荀大人没有加以争辩吗？争自然是争了几句，不过老夫的心里明白，长林王爷是对的。惠王一死，北燕的朝局发生了变化，自然不能按和谈时的想法来应对。若论对北境局势的把握，恐怕他们二位是最为精准的。太子殿下不过才11岁，的确是该从长计议。自古要想以雷霆之势扳倒一座将门帅府，没有至高皇权的支持是很难做到的。可现在，陛下对长林王府恩信深重，看来你我还需有滴水穿石的耐心才可以。怎么了？老王爷威望重，兵权在手，若为太子的长远大计加以制衡，这一点没错。可是，上师大人呢？边境守军关系到国之安稳，老夫何曾说过要将其拔除掉这句话？在下所言只是最坏的情况而已。荀大人清楚，朝堂相争不可能一直和风细雨，说不定某一天，某一人的一句话，或者一个微弱的变数，就会导致你死我活的刀光血影，谁也躲不开。恕在下冒昧，若是荀大人没有做好最坏的打算，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，那么您针对长林王府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在为东宫招惹是非而已。不如早日停手。告辞。
世子爷，宫中刚刚传来口谕说不再羁押二公子了，下官正打算派人去通报呢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，让您多跑了一趟。大人客气了，多谢。平津，虽有陛下回护，但出了这样的事情，眼下朝中毕竟还有些针对你的议论。我跟父王都不在京城的时候，你是留在京城呢，还是回琅琊阁去？什么叫父王跟你都不在京城？你们要去哪儿？父王，别劝了，眼下的安排是最合适的。你看，两道京城，陛下还有平津。你眼下碰到的问题比为父我去北境要多得多，换了别人我还不放心呢。好了，咱爷俩走吧。平津，你能安然脱身，可见惠王的事情已经尘埃初定了。为何还如此沮丧？父王已经年过花甲，但为了应对这场变局，过几天就要去北京了。上次赣南之战后，陛下责令兵部彻底重建大运粮道，大哥也要出一趟辕门，去检查进度。李信，如果宫宴那天我没那么轻敌，那么大意，现在局势会完全不同。父王和大哥也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他们都走了，那你呢？你要回琅琊山吗？不，我会留在京城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金陵城对你太过拘束了吗？也许是近来经历了太多的事情，让我明白大哥有一句话是对的：无论我多想当一个逍遥自在的江湖人，我终究不是。是啊，你终究不是。
下去吧。老爷今日的晚膳几乎没吃什么，可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我有些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自从与濮阳英结盟之后，我这心里是越来越不安了。此人行事就是个不计后果的疯子。无论他说的是什么，我总是觉得他要的结果最终和我绝对是不一样的。老爷既然这样说，那日后不再和他来往就是了。可是娘娘现在完全依赖于他，恐怕是劝也劝不回来了。师父，据兵部消息核实，长林王与世子已由陛下允准，确定3日后一同离京。按照惯例，皇帝要去蔚山守斋，大人物们一离开，我们也就轻松了。可是长林世子只是去巡查粮道而已，圣驾离开不久，他就会回来了呀。等他回来，正好让他看看这一团乱局。师父福泽深厚，必定心想事成。萧平京的行踪，你可还清楚？这个还不清楚。萧平京无爵无职，行踪不需报备。加之长林王府里面的消息，一向又很难打听。无妨，过几日自然会清楚。你在担心父王，不希望他去北京，对吗？这世上有哪个做儿子的，愿意看着年迈的老父亲前往边境苦寒之地呢？要不，你再去劝劝他吧。父王说他这是最后一次了，等他再回来，就会安心在京城颐养天年。连陛下都答应了，我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好在边境并无战事，父王去了也是巡查调配，以作防备而已，很快就能回来。徒儿，师父，你的好奇心可越来越重了。徒儿可知道这是什么？知道。师父骨髓有伤，要治骨髓之伤，这是唯一的灵药。霜华本无色，是为暗夜所染，阴寒在骨。你可以称它为灵药，亦可称为剧毒。
剧毒。此毒名为双蛊，乃我叶秦先贤所制，可惜未得传世，只有公学藏书里才有所记载。为师虽不通医道，但恰好得了此书，实为万幸。既然是剧毒，又怎么能疗伤呢？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。父王，车马已经备好。你白皮素风，这是报丧的书信吗？刚刚收到的，南境的穆王爷上个月去世了。除了这狼牙山之外，在这个世上曾见过他，还记得他的，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了。父王，父王，大哥，为父我已经跟陛下说过，这次去北境并非出征，不必大张旗鼓朝臣相送，所以你和雪儿不必城门相送，就此道别吧。是。我跟你大哥都不在，长林府，特别是你大嫂，就都托付给你了。是，我先送父王一程，再去巡查粮道，大概1个多月就回来。这段时日，府中里里外外，再加上平津，都靠你辛苦照应了。放心吧，有我看着他，不会让他出乱子的。惠王的事情在朝野余波未平，为父我希望你尽量留在府中，好好的静下来，养养性子。是，父王。好好的保重身体，早点回来。走吧。走。师傅，萧平京没有走。留在京城，正合我意。小侯爷，太叔，哎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当然记得，这是小侯爷10岁那年去看人家琢玉，自己学着，亲手雕琢出这个坠子，拿回府里送给太夫人的。我那时年纪小，认不得什么是好玉。
这雕工更是粗糙，但母亲这么多年都一直贴身带着它。府中不能有太夫人的牌位，真是难为小侯爷您了。不过还好，留下了这个随身之物，也算是个念想吧。莱阳府被禁军彻底查抄，关于母亲的所有痕迹都被抹掉了。还好这块坠子粗糙不起眼，没人觉得这是母亲贴身带着的东西，我这才能把它留下来。啊，小侯爷，吃饭吧。啊。我出去一趟，你不用跟着。把这个收好吧。您又要出去啊？哎，小侯爷，这金陵城里啊，太多捧高踩低的势利眼，一不小心就要受气的。您就待在府里不好吗？京城的暗流都快要翻到明面上了，时机正好。受点嫌弃这种小事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小侯爷。抓了一副时间好，把我给你开的这最后一副打手就完全康复了。好，谢谢先生。姑娘，请这些日子终于见好转了。有件奇怪的事情。什么事？京城和周边复阔的几个县府，最近有人在大量收购白阴草。大量收购？白阴草又不是常用药，为什么？这不合常理啊，所以我才觉得奇怪。可以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你出去接人吧。好。再休息休息，咱们就该继续忙任务了。下令还有事。老巴掌，听好了，客官。啊，好了。客官慢走啊，好结实了。走。这是做什么？他的病跟预料的不一样，发作的太快，毒性也不够，得用一味对症的药收敛一下。
京城的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你大概还需要多久？再过几日就可以采血了。殿下，快点，快点！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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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娘娘快上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！这条水，快跟上！快，水呢？水啊！动作快点，还没来！救我！都跟上！让开！这边，这儿来了。这边，太子殿下，没事吧？啊，快点！没事。师兄，来，快，我跟上。是，动作快点。查清楚。是。徐大哥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还不清楚，有可能是意外失火，还好发现的及时，火势不大，没有蔓延，已经救下去了。太子殿下怎么样？在皇后的西配殿。三更半夜的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先帝赐给佛可以不经传报随时入宫的，可他老人家一直没有用过，人是一定受到了惊吓。我过去看看他。还看什么太子？你知不知道这块金牌，老王爷为什么一直不用？先帝的恩赐固然是至高的荣耀，但那也仅仅是荣耀而已。像这种可以不经传报、不经允准，于素夜之中直入宫禁的东西，不能真的用啊！我又没有随意使用。既然宫里响了报警金钟，我长陵府岂能坐视不管啊？要是你大哥在，他绝对不会这么贸然行事的。趁着没几个人看见你，赶紧出去吧。你要是担心太子的安危，明日进宫请安便是。快走，快走啊！快点，快！东宫重地，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？来来来，你们快给本宫说清楚！回娘娘，臣等正在严查，尚无结论。大约是当值宫女困倦大意，以致不慎走水。困倦大意，来人！
娘娘，凡是今夜值守的，一律杖杀。娘娘，怕是也得堪分罪责呀。东宫遇险，所事之人罪无可赦，就按本宫的意思去办。事后不必禀告太子。是。平京拜见陛下。平京，你过来点儿，过来说话。谢陛下。你去看过元石了？是。殿下还是很有胆识的。昨天晚上受到惊吓，今早晨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恢复了不少了。那就好。不过，怎么了？守护太子舒适，东宫臣属自当有责。但当夜2班，殿内值守共37人，全数处死，是不是有些太严苛了？全数处死？是皇后。皇后娘娘关爱太子，一时急怒，倒也可以理解。朕知道了，朕会派人去劝阻皇后的。2位客官，里边请。东宫还需要些时日修缮，若以禁军安防计划，微臣以为将太子殿下迁往太清宫暂居最为合适。本宫相信你的安排，那就太清宫吧。娘娘，陛下传来口谕，昨夜东宫当值人等请娘娘着内廷司勘问罪责，依律处置。如何管束内廷使役人等，陛下从来都是交托给本宫，未曾插手询问过。这是谁又在陛下面前嚼舌头了？奴婢这就去打听。不必了，是微臣向陛下求的信。你，微臣以为太子殿下性情温厚，想必不愿意看到娘娘为他如此动怒。启禀娘娘，濮阳上师求见。知道了。是。娘娘若无其他吩咐，微臣先行告退。娘娘，大事不好！上师素来稳重，这是怎么了？臣连观数月星象，早见异端，这是事关重大，不敢轻下定论。今日得白神所赐言，方才确认无疑。什么东西确认无疑？太子恐有大难。你讲。
娘娘细想，东宫值守如此严整，昨夜竟然意外失火，这便是大凶的先兆。紫微星芒受将星入侵已久，数月前便有金土合崩。别讲这些听不懂的。白神究竟如何刺眼？你直接说啊！龙脉将断，太子恐有性命之忧。放肆！你竟敢如此诅咒太子！我以为你有上师之尊，本宫就不敢杀你。娘娘息怒，待臣把话说完。既然臣可以窥得异象，证明上天自有垂怜之意。垂怜之意？你的意思是，太子虽然有劫，但却可解？正是。殿下此劫乃是将星逼宫所致，不合天道，故而定会留有生门。生门在何处？微臣可以施法，祈求白神降福，将太子的凶邪移向他处，由他人代受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不过东宫之尊，自有天下之重。若以普通平民的性命生计，至少要千百余人。濮阳英到底在谋划些什么？娘娘心里清楚，方才微臣所提的渡劫之法，若是被陛下知晓了，恐怕明日臣就要被拖出宫城，以要挟之名施以火刑。臣愿意冒着性命危险前来禀告。娘娘如此优柔寡断，莫非是不信任臣？上师能窥天意，从没断错过什么。本宫自然是愿意相信你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正如你所言，陛下他是不会相信的。且莫说他，就连本宫自己的兄长，陛下失了太子，还有二皇子、三皇子。但是娘娘，您呢？此事要想做得隐秘，并不容易。臣为娘娘考虑过，此次陛下去蔚山守斋，便是最好的时机。娘娘，一旦时机错过了，便再无机会。皇儿，我的皇儿。娘娘，时日不多，请娘娘即刻做出决定，臣是否可以为太子立坛，转移凶劫？哎呀，小侯爷，您最近不是整天练功，就是一个人悄悄出府，您不会是卷进什么事情里去了吧？太叔，我现在还没有资格卷进任何事，我只是还没做好一个决定。什么决定啊？
决定将来究竟要站在哪一边。我知道我自己的选择并不多，可就算是当别人的棋子，我也希望这落子之人更为可靠。我可不想把前程交到一个疯子手里。经多方踏勘，京西赤霞镇应该最为合适。此镇人口逾千，多以贩卖石雕为业，整个镇子依山而建，地势封闭，很容易进行管制。关键是离金陵城够近。不过大人，就算整个计划能够顺利进行，最终也会查到长孙大人您的身上。这以后，恐怕您就很难在京城公开立足了。那又怎样？你我来这金陵城中，又不是为了谋一份锦绣前程，不是要让仇人们也尝一尝当年我们受过的苦闷。是。妹妹要时不时来陪我聊聊天啊，不然我真的会闷出病的。倒是很少见二公子能这么静得下心来。是啊，他自己说，平时不是有意要给父兄添乱，但也时不时的会做错一些事情。若不好生体会一下他大哥是怎么处事的，将来也怕帮不上什么忙，所以正勤加研读呢。我一直以为二公子喜欢江湖逍遥，素来无意朝堂。他若无意，别人也强求不来，可他要是有心的话，他大哥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不知道平章和父王走到哪里了？算行程，应该到了元州。接下来就该分道了。原来你一直能听到我们说话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你到底懂不懂骑马的礼数啊？我一直在这看书，是你们刚过来的好不好？再说了，你又不是在向大嫂倾诉对我的仰慕，有什么我不能听的？不得无礼，小心我揍你！好了，真生气了？我就开个玩笑，你以前也没在意过呀。真的，我之前总跟他这么开玩笑，他从来没理过我的。你是不是傻子？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。小侯爷，小侯爷若是想知道什么，为什么不来直接问我呢？小侯爷被莫兹侯调教之后，身手武功大有长进，跟了我的人这么久，他们居然都没有发现你。你是如何知道我在这儿的？在下懂得卜算呢。不必装神弄鬼的，你那些西域传来的小把戏，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口渴了吧？在下请小侯爷喝杯茶。小侯爷胸中的心思不停摇摆，倒让我有些担忧。
你真的以为长林王府可以给你施展报复的机会吗？如果我真的这么想过，上师又能怎样？算算时日，老王爷和世子出京，这个时候应该走到元州了。元州。过了元州，孩儿就要跟父王分道而行了。是我吩咐在这稍后半日，倒不是因为分道而行。这元州有一个地方，我想带你去看看。莱阳侯府衰败至此，小侯爷孤苦一人，无依无靠，究其根源，都是因为令尊当年案发。小侯爷就真的一点儿都不怨恨萧平章的父亲吗？上师舌利如刀，每每说出话来，总能捅进人的心里。只可惜我萧元启不是家母那样的深宅妇人。偏听偏信，有你摆布。看看我现在的境遇，若说心中无恨，那自然是假；但若因为长林王奉旨清理家父当年的案子，就非要说他是我的杀父仇人，上师自己不觉得有些勉强吗？小侯爷误会了，我所指的萧平章的父亲，并不是长林王。陆源啊，来看你来了。这就是他。琅琊阁。游艇的罪奴，当时有位高人，需要几个小孩子修习剑阵，与北燕人比试。父王有幸被选中，立功以后，方才由先帝收养的。
难道这件事也与他有关吗？当年的夜游亭里有上百个小醉奴，先生只要了3个人。你父亲是其中最年长的那一个。陆源，你比他们都大，一会儿要好好照顾他们。先生放心，我会照顾他们的。我们3个人一起进了先帝的王府，后来又一起选择了从军。当年长林军出界，这北境沙场上，我们兄弟一起爬冰卧雪，跃马杀敌，彼此救过对方多少次性命，根本数都数不清。论起在长林军的战功，你父亲一点都不逊色于我。那他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？长林军左营大将军陆源，先帝亲封3品侯，甘免2到11州的军务都由他一手掌管，而令尊莱阳王的采邑封地就正好在这11州之内。你是想说他们2个？大梁制度军政分离，若是没有这位大将军的合作参与，令尊怎么可能会犯下这么大的事儿？荣华富贵、尊荣权柄，常常可以让人忘记初衷，忘记本心。我记得先生临终时曾告诫我，无论将来如何权高位重，千万不可迷失。平章，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？因为他没有止境。对，贪欲是无穷无尽的，不管自己得到了多少，总觉得还应该得到更多。我常常警醒自己，莫因先帝严厉而怨愤，也莫因陛下宽厚而放纵。时至今日，我自认我守住了对先生的诺言，可是我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死兄弟，在不知不觉之间，渐渐地坠向了深渊。可是他后悔了，他终究不是一个坏人，对不对？一时的贪欲和软弱，抹去了他征战10年的功勋，但是人心最后的良知和底线，却没那么容易抹去。在关键的时刻，是他救下了莱阳王想要灭口的17个人证，也是他为了保全政务，写下了自首的供书，派人交到了我的手上。像陆源这样的人，终究不会成功，因为他既有贪欲，又不够狠辣，总是放不下那根本不值一提的所谓的情义。情义，他就和你现在一样，总以为自己选定的路还可以回头，做过的事情还可以弥补，但事实证明，终究是害人害己。陆源就是那个举报人，
谁都知道军中贪腐是先帝的大忌，更何况是长林军内呢？凡是涉及其中的人，哪一个不是百般谨慎、小心翼翼？若是没有陆源的反水和举报，令尊一个嫡出的皇子，怎么可能会被人拿了铁证判了死罪？那他后来呢？知道自己没有活路了，在萧庭生赶来的路上，就携夫人自尽了。以前在战场上，每当我做出了错误的决定，都是你父亲及时察觉，替我更正。但是当他走错路的时候，我却没能及时察觉。那一年，你只有5岁。孩子，去吧。夫人，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我们家的长子。他曾经做过这样的错事，父王为何还要坚持立我为长林府的世子？你在我身边长大，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孩子。曾经有一个人说过，长林风骨的承袭和延续，并不仅仅是在血脉之间。平章，你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。以后也不会。父王。
萧庭生只是先帝的养子，如今都能有这般声势。而令尊可是先太后的嫡出之子，皇帝的胞弟。若是没有萧庭生坏事儿，小侯爷和你母亲能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吗？所以，你若是与长林王府的人假意交好，那是小侯爷聪明；但你若是从此就想听从萧平章的摆布，恐怕莱阳王泉下有知，也是不得安宁。平京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我还想找你比试比试呢。你在干嘛？大哥留下的题目，让我根据当前北境的战况，分析父王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各营兵防。你大哥都走了1个月了。大嫂，你要这么想，还有不到20天，大哥就能回来了。还真是。下去吧。是。你前2天不是把林姑娘惹生气了吗？有没有主动道歉啊？去过2次，她都说病患太多忙不过来，不搭理我。才2次啊！大嫂，我很多功课要做的。这样，我呢多做些点心，你抽空给她送过去。谢大嫂。你忙吧。先帝逢九民寿将至，按照惯例，真要跟宗室近亲去蔚山皇陵守斋1月，太子就随着一起去吧。那夜东宫失火，太子受了惊吓，现在都整夜噩梦不停。御医说，恐怕不宜远行。那既然如此，就让他留在京城吧。蔚山有皇家羽林营护卫，朕把飞斩给太子留下来。臣妾必定尽心照管后宫，请陛下放心。哼。赤霞镇只要连续发现7个病例，就会立即上报京兆尹府。放心吧，这一层上师早就虑到了。在官府还有能力控制一切以前，他是不会让人知道赤霞镇出了这样的事情。
师傅，赤霞镇3处水源都已投下引发疫病之物，大约数日之后，就会出现明显的病例了。萧元启还在跟踪无量吗？他们经师傅提醒，特意留心过，说是没有。他想说什么？师傅对这位小侯爷倒是格外宽容。萧元启聪明多疑，有头脑，又懂得隐忍，远比其他人更加危险。师父在他身上下功夫，那是因为他将成为将来师父埋在大梁皇室的一根毒刺。徒儿不用妒忌他，师父有一天是要死的，但只要他还活着，这金陵城就休享安宁。老板，钱给你放这儿了啊。哎，好嘞，慢走，再来啊。大姐，大姐，醒醒啊！你怎么了，大姐？怎么了？谁来帮把手，把她送到医房去？大姐，来，我背。慢点啊，小心点。慢点啊！哎，娘娘，您刚才的吩咐，微臣不太明白。圣驾现在蔚山，这京城自然是以本宫诏令为尊。你竟然还不明白？微臣不是这个意思。李大人是我巡视门生，这些年我也没有麻烦过你，这点小事都不愿帮忙。你到底还想不想要自己的前程？微臣不敢，微臣不敢。谢谢大夫。怎么样？又来了一个，加上近2日出诊的，这肯定是不同寻常。赤霞镇只有咱们一家医房，根本处置不了。您看，事不宜迟，你赶快去京兆尹府禀报吧。好。快走吧。本府知道了，自会一律处置。你回去吧。是。吴都头，大人有什么吩咐？您刚刚也给我打过脉了，那我这病什么时候能好啊？看你这个样子。杜掌柜，张大夫，有日子没见了。今年新带了一个徒弟，不常有时间出门，请问林姑娘在吗？在呢。啊，谢谢大夫。都收起来吧。张大夫请。姑娘。林姑娘好。张大夫好。
您到都城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们镇上近几日突发了许多热症，起得急，不是时宜。姑娘知道我那个小医房人手不够，能否在济丰堂借几位好大夫过去看看？多利同发，有没有禀报京兆尹府？已经按规矩禀报过了。急症，又是多利，看样子不可轻视。老板，姑娘慢走。就。二公子，云姐好，林姑娘在后头吗？实在不巧，姑娘出诊去了，没有2、3天，且回不来呢。我上次送点心来，她就说病人太多太忙，都不跟我说话。这次倒好，直接说出诊去了。她不是在躲我吧？二公子有脸面，但也不至于这么有脸面。我们家姑娘忙着呢，没事躲着您干什么呀？云姐，我近来没得罪过您吧？这我得好好想一想再回答你。那拜托云姐了，等林姑娘回来，你托人告诉我一声。都说吃人嘴短，我知道了。林大夫，又一名发病的。药好了，谢谢。把这药喝了吧。姑娘，镇上一站有10多个人全部发病。又有10多个。是啊，怎么办呢？爹，你快起来啊！老李家的。爹，跟我说说话呀，爹！爹，你快起来，咱们一起回家呀！爹，你快起来啊，爹！快，扶到药房。好，当心，慢点。张大夫，你已经上报2天了，官府的反应不应该这么慢。看来要找人再去催问一下了。好，按大人的吩咐，赤霞镇通往咱们主城的路已经牢牢封住，他们唯一可以出入京城的后山也已经被阻断，绝对没有任何人可以出入。好，你赶紧回去，记住，这件事情你亲自督办，不能让外人知晓。是。小心！掌柜的，林姑娘呢？在后边呢。林姑娘，慢点。林姑娘，通往主城那条路被官兵给封了，出都出不去，怎么去催京兆尹府啊？那后山绕道去京城的路呢？也封了。也封了。走，看看去。走，看看去。赤霞镇已经被封锁7天了，时期一到，宫里也该有动作了。徒儿明白。徒儿，我记得你和师父说过，为师父，你可以牺牲性命，万死不辞。这话你可还记得？徒儿此心白深可见，自然是真的。师父知道就可以。
都这么多天了还没回来，他到底去什么地方出诊了？赤霞镇，姑娘出诊10多日不回来也经常有呢。他会不会被什么麻烦给绊住了？如果有什么事儿，姑娘会派人来通知的。既然现在没有什么消息，说明病情可控。等姑娘处理好了，自然就会回来了。二公子不用担心。赤霞镇。师傅，启禀长孙大人，说，封禁赤霞镇的兵士中，也开始出现了病人，而且萧平京刚刚闯了过去。他去干什么？林夕在赤霞镇里边。这倒是个意外。玄池送来了吗？已经全部送往玄灵洞中喂养，请长孙大人放心，绝不会误了您疗伤。很好。总算是回来了。咱们这趟出门啊，可谓是旦夕不歇。其实您完全可以不必这么辛苦的。早些回来，赶紧把京城的事情给结了，也好去北京替换父王。是。好，这。大人，此时解禁，瘟疫定会蔓延。何时封禁，何时解禁，那都是上头的命令。兄弟们，撤！大人，林夕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你终于来了。这到底怎么了？赤霞镇7天前就开始发生瘟疫，在需要催促京兆尹府时却被封锁。现在镇子上的瘟疫已经全面爆发，官兵还撤了路障，由着镇里四处逃散。你快跟我走！我不能走，这次病源不明，药品不足，我不可以就这么走了。都别动！怎么了？病人最初发作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。快跟我离开这里！我不要走，我是大夫，面对这种情况我不可以走。林夕，京兆尹府7天前就得到了消息，官府现在的反应不正常，你赶紧回京通报，让他们派些人过来。那你呢？我自己会小心的。快去啊！好，我不去太医所，我直接去内阁。撤！撤！进！大哥！大哥，你回来了。你这一脸着急，出什么事儿了？ 7日前，
京西赤霞镇爆发了瘟疫，如今疫情已经失控，林夕怀疑京兆尹府有意隐瞒。二公子，你松手！哎呀，这成何体统嘛！大人，您快看，这成何体统嘛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李大人是朝廷的命官，此地是中书重地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觉得你出身尊贵，又受皇帝的宠爱，你就可以。老夫以为，世子应该是个懂规矩的吧？平章原本也以为，荀大人位列朝堂这么多年，至少也该明白什么是轻重缓急，什么是黑白底线。帝都瘟疫，满镇的人命，这是能强行压住的事情吗？世子是什么意思啊？京西赤霞镇爆发瘟疫已有数日，逾千人染病在里面等死。荀大人，是不是想跟这位府尹大人一样，说你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？不知道二公子从哪里听到的谣传，京兆尹府从来没有接到过消息。京西疫情，这可不是信口胡说的事情。此话当真？圣驾出行，京城是托付给内阁的，如今疫情已经失控，寿父大人居然真的不知道。师傅，什么是玄螭？玄螭，乃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灵蛇，只在我夜秦边缘深谷中方有。师傅费了10几年的功夫，才抓到2只。徒儿知道了。师傅调制的双蛊虽是剧毒，但加上玄螭之后，便是疗伤之药，对吧？真是聪明。据我夜秦公学藏书记载，服食双蛊之水，寒毒，可治4经6脉，之后再加以玄螭之胆重建根骨。常人若以此法修习，可以将功力增至10年之久。衰老病朽者，可以就此骨骼强健，增年益寿。如此妙法，师傅怎么说不能传世呢？想来是因为材料太过难得的缘故吧。李大人，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蒙混过去的事情。老夫再问你一遍，京西是否真有疫情发生？回禀大人，京西是否有疫情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但的的确确没有接到过民间医家的通报啊。马上通知太常寺卿，命令太医署立刻赶往赤霞镇查清疫情，回报内阁。是。等等，再命令巡防营加强京城戒护。是。如果二公子所言属实，那么眼下的当务之急，就是要掌控大局。至于京兆府尹是否失职，待等老夫查询之后，再行询问。眼前还不是追究的时候，不知世子是否同意？荀大人的意思是，老夫以为，先将他夺职拘押，等商办了京城急务，再行询问。好吧。但是平京是首告人，荀大人询问时，别忘了叫上他。啊，那是自然。当老夫大略了解了情势之后，定会召集户部和礼部会商，届时还请世子前来。京城若有大事发生，我长宁府
自然义不容辞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该说实话了吧？二公子赶过去，实乃意外啊！下官本以为此事可以悄无声息地封杀掉，可是谁知……什么意思啊？皇后娘娘没跟大人您说吗？娘娘。大哥，不管内阁什么时候拿主意，赤霞镇现在已经乱作一团了。我会命令留守京城的长陵军重新封禁赤霞镇，到时候你可能要再去趟赤霞镇，和大家说明情况。我现在就去。师父，长尊，行动时机全由你自己把握，万不可大意。是。师父，都收拾好了。风波将起，我们也是时候该避一避了。都出去！兄长，兄长出什么事了？封锁消息，放任疫情，是你给李顾下的指令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难道你阻止了？兄长，瘟疫本是天灾，无论赤霞镇发生什么，都是借白神之力替太子渡劫，不可救之，不可阻挠。给太子渡劫？濮阳上师说，大功尚未告成，你可千万不要插手，一旦半途而废，怕是要反噬。濮阳一，我就知道是他濮阳一，糊涂啊，妹妹！赤霞镇疫情惨烈，不仅可以绊住他们的人力物力，还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什么是炼狱。主城再生波乱，城内必定会恐慌。到时候大梁朝廷就算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很难挽回这个局面了。此役已有潜力，并非不可防之。若非长尊大人手段精妙，依照京城的警觉，断不会达到现在的效果。毒血还有多少？2瓶。城中4处，你们兄弟2人可以随意投放。是。我知道，以子民性命祭神，有违大梁为君之道。可事关太子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凡替太子挡灾之人，我一定厚厚抚恤，让他全家一生富足。妹妹呀，上次东宫失火，我料你形神难安，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你竟然迷失到如此地步。这次你我能不能脱身都难说呀！我不跟你绕弯子了，你实话告诉我，这次听从你旨意的，是不是只有李固一个人？是不是啊？
是。娘娘，不好了！太子殿下突然间晕倒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！大家都是医者，不需要我多说了。我在这儿也待了几天了，只要用后山的泉水勤加清洗，不碰到病人身上的不洁之物，染病的几率就不大。大家跟我来。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你已经帮了很多忙，多谢。奉内阁军令，前天院濮阳鹰一党聚众妄行要挟之大，立即拘捕。是。民间济风堂的数名医者，早在疫病之初，他们就在赤霞镇内，所以有关表征变化、诊疗、传译以及致死的情况，他们都了解得较为详尽。太医署正在据此核查旧档，看看之前是否有同等疫病爆发。为什么要查找旧档？大人。诊治疫症，常常要到后期死亡人数甚多时，方能找到最好的治疗办法。如果先人有经验可取，就可以保住更多人的生命。根据太医署的判断，赤霞镇的疫情可不可能掌控？赤霞镇已经这样了，下官怕的是什么？大人是担心这场瘟疫自赤霞镇起，却未必能在赤霞镇终。怎么？京城也有病例了？还未查实，但下官认为是。赤霞镇的消息封锁得早，里面的情形知道的人暂时还不多，但是渐渐已有传言，一旦病例增多，压控不住，只怕全城恐慌外逃便在眼前。眼下情势还不明了，下官以为尚不宜妄作决断。病情突发，不管能不能控制得住，先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荀大人，圣驾还在蔚山呢。马上拟文通报蔚山，请陛下暂不要返京。是。来，先让你。杨希，大夫，杨希，娘子你醒醒！大夫，这边。快搭把手，快进屋！大夫，您快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京城也有病例了。不仅仅是京城，还有宫里，都和这儿一样，突然之间多了一起发。李希，你没事吧？若早有些防备的话，也不至于会这样。在最关键的这几天，我却被关在这里，都怪我，我是大夫。李希，你先别自责。虽然我不懂医道，
可我总觉得这场瘟疫来得太奇怪了，有没有可能不是天灾？你也是这么想的？我一开始就觉得不对劲，这接下来京城的疫情应该会越来越恶劣。走，我们回京城。走。林欣。东宫上下是太子殿下最先发病的吗？是的，不过，自太子发病之初，就有3名御医昼夜看护，眼下总算稳定了。在意啊！多少年未见的在意，不知道会把这座京城最终变成什么样子。启禀娘娘，内阁已经下令查封了乾天院，可是濮阳上师他早已经灭了祭坛，逃离了京城。大夫，有没有大夫？大夫，来看看。姑娘，你新改的方子对有些病人可以改善病情，但之后便会多次出现反复，与危重患者也不太奏效。把你们最新的药方给我看看。师傅，师傅。大人，首府大人来了。哦，唐大人，首府大人，唐大人，你差人来说事情有了进展。首府大人，太医署上下查了数日，终于发现25年前的一场灾疫，跟当下京城的情形十分相似啊。25年？事情虽然久远，但是没有隔代，为什么没人记得？为什么查到现在？当时疫发地实在太远，已经出了边境，但仍是我大梁的属国叶秦的王都。叶灵城，正是。难道
当年灭亡叶秦国的瘟疫，就是眼下京城。叔父，我刚刚听说，当下的疫灾以前也曾经发生过，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情形？难道说，现在的疫灾比当年更为严重？令人心惊啊！即使是太医署的太医，竭尽全力，京城的疫情爆发也在所难免。在所难免？那当下我们应该怎么做？你一定要安心守住京城。在内阁和六部在商之前，我必须去一个地方。你要去哪儿？长林王府。这个要好了，好了，要来了，我这3天了，好转。经过。这边没有。来，交回去吧。好。让一下。来人！慢点，老堂主，不过短短1日，京城四处已经开始恐慌，流言四起，有真有假，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。若按当初叶灵城的情形来看，朝廷不能再犹豫了。不能犹豫什么？接到了内阁的转报后，我已经查了飞山营的旧档，虽然找到了事前概况的记载，但也不比太医署的更详尽。既然世子已越过旧档，那肯定知道叶灵王都的最终结局吧？如果这金陵城的危局已定，无论如何，不能让我大梁的江山重蹈叶秦国的覆辙呀！眼下，陛下不在，内阁理应担当，所以，我们必须马上做出决断。荀大人的意思是，趁着局面还可以掌控，马上封城。可这毕竟是京城啊，皇家宗庙满城百姓，这样的决断，内阁能下吗？老夫也深知决断的艰难，也知道稍有偏差，就会留下一世的骂名。可是世子，你一定更加明白，如果此时多犹豫1日，就会追悔莫及呀。陛下既然对我内阁有所重托，老夫理应担当。如果我不出面，何人可以出面呢？世子，在这金陵城墙之外，可是陛下的圣驾和我大梁的锦绣江山呢。荀大人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，请回吧。朝当会生之时，长林府愿意支持大人。
谢世子。谢世子。此次疫情之烈，暂时难以掌控。若为朝廷大计，本官认为，金陵应当即日封城。不合适吧？会闹事儿。荀大人，这里可是京城啊，天子基业，帝都之重。封城之后，内外隔绝，如果疫情延绵下去，岂不是要全城殉亡啊？非常之时，当有非常之胆。封闭四门，固然有全城赴难之虞，但放任疫情四散，举国同危，对于解救城中的子民，又有何真正的益处？若是封城令下，我长林王府愿意遵从。诸位，皆是朝廷的栋梁，使君之路，自当忠君之事。眼下危急之时，希望各位大人应为子民表率。自封城令发布起，如有携眷外逃，制造民乱者，杀无赦。是。